真是热闹的一天啊！一觉醒来，利物浦这边转会窗依然是静悄悄，但新赛季的欧冠36支球队昨晚全部出炉，联赛杯第3轮的抽签结果也出来了。英超第2轮比赛周六就要开打，伊劳拉队内一大堆问题还没解决，真是任重道远啊！先来看看欧冠吧，今晚12点正式抽签，利物浦靠着欧足联的系数体系排在欧洲第8，所以进了第1档球队，身边真是豪强林立啊！其实这是伊劳拉第2次参加欧战了啊！早年他做 AEK 拉纳卡主教练时打过欧联杯，不是刚刚打进欧冠正赛的雅典 AEK 啊，拉纳卡 AEK 是塞浦路斯的一家俱乐部，那会儿伊劳拉才刚开始做教练。不过他带着这家塞浦路斯小俱乐部一路从资格赛杀入到了欧联杯正赛，资格赛打了6场，4胜2平，保持不败。不过最终小组赛2胜2平2负，拿到8分，排名第3，没能晋级淘汰赛。这就是伊劳拉全部的欧战经验了啊！后面他在米兰德斯、黄社、伯恩茅斯都没打过欧战。其实如果他不来利物浦啊，是可以带伯恩茅斯打欧联的。所以对伊劳拉来说，不管是在哪，今年他都要面对多线作战的挑战了。利物浦面对的对手，每个档里要抽出2支球队，也就是36支球队分成4组，每组9个球队，主客场各踢一场，排名前8的直接晋级16强，后面的要踢淘汰赛，最终垫底的12支球队直接淘汰。新赛制就不会降到欧联那边了，就直接淘汰回家了。新赛制大家也应该熟悉了啊，踢淘汰赛也不是啥大事儿，连续2届欧冠冠军大巴黎，人家都是踢淘汰赛最后夺冠的啊。利物浦的对手今晚就会知道了，肯定不会碰上的是曼城、阿森纳、维拉和曼联，通国回避嘛。再就是也不能主场打皇马了，因为欧足联的规定，2家俱乐部不能连续3年在同一场地、同一项赛事碰上，所以本土球迷想要在安菲尔德、须特伦特和科纳特，可能要等到淘汰赛或者晋级赛了。欧冠很快就要开打了啊！今晚抽签后，9月8号就要开始第1轮小组赛了。喜欢看书的小伙伴可以在我的橱窗找到体坛出版的最新的欧战指南，这是体坛周刊每年必做的一本书，48开全彩铜版纸印刷，欧战的所有参赛球队全都收录了，每支球队的阵容、身价、实力指数、今年战绩这些都有详细的介绍，是一本非常棒的欧战工具书。不过因为要等转会市场结束，所以9月中旬才能完成印刷发货。喜欢欧战的朋友，需要一本这样专业工具书的朋友，可以在我的橱窗或者评论区置顶链接下单。再来说下联赛杯，昨晚联赛杯第3轮抽签出炉，利物浦很不幸碰上了今年最能花钱的热刺，被无数吐槽的8500万镑新援萨维尼奥，刚刚在联赛杯第2轮一传一射，这场不好踢啊。还有几个强强对决，比如曼联布莱顿，切尔西可能也要碰利兹联，当然最强的肯定还是利物浦打热刺。比赛时间是9月第2周，15、16、17这一天里面啊，利物浦是在主场，安菲尔德将迎来罗伯逊回家了。其实24-25那届联赛杯，利物浦就碰上过热刺，那次是在半决赛，客场1球小负，回到主场4比0拿下。不过决赛的经历是惨痛的啊，输给了纽卡。上一届联赛杯更惨，第4轮斯洛特主场投降0比3，惨败给了水晶宫。那一年利物浦各项赛事被水晶宫3杀，创下了历史性的耻辱战绩。而对手就是周6英超联赛森林的新主教练格拉斯纳。英超第2轮这周6晚上7点半，时间不错啊。利物浦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我都不太敢说什么复仇之战了啊，毕竟上一轮差点就输给了纽卡。森林虽然刚刚各项赛事2连败，他们联赛0比1输给了利兹联，紧接着联赛杯第2轮又碰上利兹，输了个0比2，背靠背输球，格拉斯纳压力肯定巨大，估计会在希腊船王办公室被吹风机了。不过利兹联确实不好踢，季前赛被让2追4，军迷们应该还都记忆犹新。包括去年联赛，利物浦英超也压根没赢过利兹，2次都被逼平了。而且你看森林的阵容啊，也有边路快马恩多耶、奥多伊，这不就是纽卡的安兰加和威洛克吗？吉布斯怀特和伊戈尔热苏斯，这不就是纽卡的维萨和奥苏拉吗？纽卡第1轮真是开了个坏头啊！英超19支俱乐部这下都知道，伊劳拉的利物浦依然还是害怕铁桶阵。纽卡第1轮的低位防守时间是全英超最久的，就是放弃中前场，后场蹲坑等着打你反击，而且一打一个准。森林完全可以抄袭纽卡这招啊！格拉斯纳这老小子坏得很，2连败又赶上客场，肯定是要蹲坑的。当然咱也不能光长他人志气啊，森林刚刚走了中场大核安德森，主教练也换了新人，他们也在磨合期。虽然热苏斯、吉布斯怀特、桑加雷、穆里略、米林科维奇这些名字看上去就吓人，但如果回到主场，在安菲尔德还拿不下2连败的森林，那伊劳拉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对伊劳拉来说，这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利物浦和森林的过往战绩，过去5次在联赛交手，利物浦赢了3场，森林赢了2场。上赛季主场，
斯洛特在安菲尔德输了个0-3，惨败。不过既然两边都换了新教练，所以还不如看看伯恩茅斯和水晶宫的过往战绩。过去5次，伊劳拉碰上格拉斯纳，打平3场，赢了2场，竟然是保持不败。看来伊劳拉还是知道怎么克制格拉斯纳这个老小子的。我觉得关键就是首发，看看经历了纽卡那场，伊劳拉会不会做一些调整，比如争议非常大的几个位置，2个边后卫、双后腰和右边锋。恩古莫哈是肯定不能用了啊！穆尼奥斯临危救主，很可能这次会直接首发。但其实我还是强烈建议上库马斯，这孩子在右边锋的传球视野比穆尼奥斯、恩古莫哈、弗林彭加起来都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库马斯积极逼抢和回防。前场他满场飞奔，像极了索博；后场他可以给弗林彭擦屁股，哪怕只让他踢个60分钟，我也觉得应该首发库马斯。左后卫真是让人头疼啊！科尔克斯不知道魂儿有没有从纳美克星回来，但上齐米卡斯也不让人放心。这俩的防守啊，谁都没比谁好。不过齐米卡斯好歹还有一脚传中，如果加波还是首发左边锋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试试齐米，大不了半场换下呗。至于说双后腰，就要看伊劳拉有没有魄力动索博和赫拉芬贝赫了啊。一个是场上副队长，一个是队内第2高薪，俩人按理说都应该是球队的大核，是攻防两端的枢纽。可惜啊，这俩人都中了邪，都恨不得去干维尔茨和伊萨克的活，抢着射门得分呢。如果伊劳拉有魄力，那就干脆首发麦卡和尼奥尼，甚至可以首发麦卡和远藤航。如果真让远藤航首发，那我甚至觉得阵容可以调整成4-1-4-1，让远藤航坐镇后腰，6号位负责中路的拦截，麦卡、威尔斯组成双前腰。当然，麦卡大部分时间可能还是要回撤保护防线，但不论是麦卡还是远藤航，都不会盲目向前挤占威尔斯的位置了。当然，也可以首发索博搭档远藤航，麦卡给索博替补。这样的好处是索博可以在前场发挥他的跑动逼抢能力，维尔斯就会被释放出来传球组织。这样一来，左路加波和右路库马斯都是攻防一体，两边都不会成为强侧。特别是库马斯这边，他可以在右路起小高球，张弛一直强调的啊，去找加波和伊萨克。如果伊萨克表现不好，那就60分钟后让加克波踢中锋，左边上穆尼奥斯，利用速度冲击森林的后防，就是奔着造点球去的啊。库马斯如果70分钟跑不动了，再上恩古莫哈，但一定要让他踢左边，穆尼奥斯挪到右边，但中路一定不能上赫拉芬贝赫啊，不然他上来又是只知道往禁区跑。除非是75分钟撤下威尔茨，让索博留在前面，远藤航和赫拉芬贝赫踢双后腰，但只要赫拉芬贝赫上场，那就意味着中路可能又要门户大开，所以干脆啊，这场就不要上他了。最后用尼奥尼撤下威尔茨，尼奥尼和麦卡搭档踢双后腰。最后一个疑问，那就是右中卫是首发雅凯还是阿劳霍？我猜大部分人都会首推阿劳霍吧。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都是从巴萨那边过来的，或者是所谓的双料。那么看好阿劳霍。阿劳霍是挺好啊，没花转会费，而且身体素质一流，对抗能力强。但他不如雅凯的地方是向前传球能力不太行，高空球抢点也不是强项。如果身前有了远藤航，那也用不着阿劳霍去主动上抢，毕竟还是会担心他会吃牌嘛。所以我个人还是会建议首发雅凯。雅凯踢纽卡那11次破线传球太销魂了，至少克洛普时期那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中后卫能传出这种质量的直塞球，而且他的向前推进能力堪比马蒂普。这场森林肯定会蹲坑，雅凯有很大的空间和触球机会，他的向前传球能力以及制空能力还是应该首发。当然别忘了森林有个克里斯伍德，不过最近他都只能踢替补啊。等对面换上伍德后，伊劳拉就马上换上体格更强壮的阿劳霍去贴身盯防，就是死缠烂打，别让伍德去欺负雅凯了。这就是我对森林这场的前瞻，主要就是看伊劳拉的排兵布阵了。这么短时间他也不可能在体能和战术上做出啥改动，当然最后可能他还是迫于压力而首发了索博和克拉芬贝赫，那就要看这俩人听不听教练的指挥了。这场的焦点就是看这儿，如果这俩还是盲目向前，那说明伊劳拉完全控制不住更衣室，没人听他的，那伊劳拉的利物浦生涯可能也就是1个赛季，搞不好半个赛季就要下课。如果这场索博和拉芬贝赫服从指挥，踢出斯科特和亚当斯在伯恩茅斯的那种足球，该上上该回防就回防，站好自己的位置，协助左右2个边路做好出球和串联，前场交给维尔斯去组织发牌，那自然会是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也盼着伊劳拉能在安菲尔德弄个开门红，4球大胜之类的，更希望他能带着这帮球员踢出在伯恩茅斯那种流畅的攻防转换，踢出红军精神和血性。但毕竟才是第2场，咱们还是要现实一些啊。现在问题就是比较多，要给伊劳拉时间一点一点去解决。据说这场利物浦的新老板，严格意义上是利物浦的新的副主席1892 Holdings 的老板啊，巴蒂亚将会坐镇安菲尔德督战，说是大老板亨利邀请的。这位印度裔副主席住在伦敦，
估计新赛季他会比亨利更多来线上看球吧。罗马诺说巴迪亚也下场参与了巴尔克拉最后的谈判了啊，谁知道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去看任何跟巴尔克拉有关的新闻了，爱来不来。利物浦说真的不需要更多大爷了，这哥们儿来了也是高薪，也是身价过亿的大牌，场上又多一个抢球权的大佬。其实利物浦真的应该多几个库马斯、马内、菲尔米诺这样的绿叶，他们知道球队需要团结，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任劳任怨，从不抢攻，无私奉献。只有这样的球员多起来，我们可能才能再次看到扎叔的那个利物浦。